如果你在家做泡芙从来没有成功过，那这期视频你一定不要错过。今天就用最简单、最接地气的方法，教你用一口电饭锅做出外酥里嫩、个个空心的酥皮大泡芙。咱先把电饭煲通上电源，按照平时的煮饭键，让它开始加热。然后呢，我们依次在锅里加入100克的水、45克的黄油，再来2克的盐、5克的糖。然后咱们一边加热一边搅拌，让这个黄油呢完全的融化成液体。咱等着这个黄油完全融化，锅里的水呢也开始沸腾的时候，咱准备65克的普通面粉，就是咱家平时蒸馒头用的中筋面粉。咱把65克的面粉呢一次性给它倒进来，然后呢咱用铲子快速的给它翻拌。咱把面粉和液体呢给它充分的混匀。如果咱看到有这样白色的面粉颗粒呢，也不要着急啊，咱慢慢的给它压开，保证面粉呢都充分的被烫匀。咱就这样一边加热一边压拌，时间大约是1分钟左右。咱需要保证所有的面粉呢都被均匀的烫熟，烫到位。好了。咱保证所有的面粉都被均匀的烫熟、烫到位就可以了，咱们就关火。咱把泡芙面糊呢给它盛出来，看一下锅里还是干干净净的。咱们用电饭煲做这个泡芙面糊呢，就是特别的温柔，因为它的火不急，而且不粘。把炒好的泡芙面糊呢给它摊一摊平，然后再放一边啊，让它稍微放一放凉。然后我们在小碗里呢打入3颗鸡蛋。这3颗鸡蛋的重量呢，大约就是150克左右。咱们给它搅匀打散。我们一会儿需要把这个蛋液呢加到刚才烫好的泡芙面糊里面。咱把刚才炒好的面团呢放到不烫手的时候，就可以往里面加蛋液了。咱们这个蛋液呢是分多次加入的，每次呢咱们少加一点。每次加完以后呢，咱们都需要把面团和这个蛋液呢充分的混合均匀，让面团呢把蛋液充分的吸收了。搅拌这个面团和蛋液呢，你可以用铲子，也可以用搅拌机。但是呢，我更习惯用手来操作，更方便一点，几下就抓好了。好，看一下，这个时候的面团呢，已经充分的把蛋液吸收进去了。咱们再来加入第2次，还是抓捏这个面团和蛋液，让它俩充分的吸收在一起。加入第4次，后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更少量的去加入这个蛋液了，防止呢咱把面糊弄得太稀了。咱这个蛋液呢不一定完全用完，看一下我3个鸡蛋还剩了这么多。我们要看面糊的状态，就是咱抓好的面糊呢，你给它抓匀，然后咱提起来，它有这样的倒三角形就可以了，不要把面糊弄得太稀，这样就行了。一个软软的倒三角形，把拌好的泡芙糊给它装进裱花袋里，然后均匀的挤上咱们的泡芙糊。咱们挤泡芙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得间距一定要远一点，防止它变大以后呢粘在一起。挤好的泡芙上面都会有一个小揪揪，咱们就可以手指上沾水，把它往回按一按。如果你不想吃酥皮的泡芙呢，到这个环节你就可以拿进烤箱开始烘烤了。如果你想吃酥皮的泡芙呢，咱们还可以再自制一个酥皮儿，给它盖在上面，这样呢烤出来以后更香、更脆、更好吃。咱准备60克的黄油，加入60克的面粉。这个面粉也就是普通的中筋面粉就可以，再来30克的糖，咱们把这3种材料呢给它抓捏均匀，混合成一体。咱把3种材料都给它抓捏均匀就可以了。咱揪一小块酥皮儿，给它捏扁，盖在泡芙上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酥皮有点软不好操作呢，你也可以先给它拿到冰箱冷藏一会儿，让它变硬一点，这样呢就好捏好操作了。都给它均匀的盖上，全都摆好，咱们就可以进烤箱开始烤了。咱们的烤箱呢，一定要给它提前预热好啊。时间到，出炉啦！看看咱们的泡芙鼓得多好，特别香，不回缩不凹底，鼓溜溜的。